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智能交易指标，该指标能够智能识别趋势潜在的反转、智能资金入场延续趋势，以及今天的视频中的更多内容，我将向你们展示如何在交易视图上找到指标，以及它的优化设置，当然还有如何使用它。让我们立即开始吧。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交易视图中打开一个干净的图表。现在我正在查看15分钟时间范围内的比特币。首先在交易视图中打开上方指标选项卡，我们需要在这里搜索的是价格行为指标 Price Action Concept， 它被称为分层交易的价格行为概念。点击应用到图表。现在我们在图表上看到了该指标，我们需要更改一些设置，因此我们转到该指标，并按设置选项卡。正如你们所看到的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设置选项卡，因此当我们更改时，请务必注意这里的设置。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设置是市场结构。您可以看到，我们有一个叫做波动的东西，我们有一个叫做内部的东西。波动设置是关于长期市场结构和这个的标准回顾期是51时摆动点。更重要一点，我们实际上可以稍微增加此设置，这里的数字可能会有所不同，具体取决于时间范围和我们正在查看的资产，但我将把这个更改为110长期波动更加显着。但这是一种权衡，因为它们不会像这里的内部设置短期市场结构那样频繁出现。我还将稍微增加这一点，在这里过滤掉一些信号。我将把市场结构模式保持在手动状态。我将不动摇 MTF 扫描仪，如果你想绝对尝试一下的话，你可以使用均衡高点和均衡低点，但我不会使用这个。但是我真正喜欢的是绘图蜡烛以及条形颜色，这两个设置将改变图表，使其看起来更好更清晰。至少在我看来，让我们向下滚动一下以查看高点和低点。这些设置在这里非常惊人。您可以看到我们有每日、每周、每月和每年。您可以更改这些设置来显示前一天的高点、前一周的高点等等。我个人认为我们不会需要每月高点。如果您愿意，可以使用该高点以及年度高点。但对我来说，我对最近的价格走势更感兴趣，所以我想让每日勾选，我想要每周也同样勾选。这将向我们展示前一天和前一周的许多重要心理水平。体积订单块是另一个重要设置，这是该指标的一个非常好的功能。第一个设置是我们想要多少个块。看到这里，如果你只想显示最近的一个，你可以将这一个更改为3个。如果你想查看更多历史订单块，你可以将这一个更改为10，以此类推。但我个人是这样做的，认为5是一个很好的数字，因为我们不必更改这个数字。但对于所有设置，我建议您尝试不同的设置，看看什么最适合您。但在我看来，5是一个可靠的数字。内部买卖活动是一项了不起的功能，所以我想在这里保持这个功能。通过保持这个功能，你可以看到订单块的数量，所以这个对于这里的过滤来说是惊人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显示订单块仅用于结构破坏或字符更改。但是如果您在此处单击5，您将显示所有类型的价格行为的订单块，因此我想将其保留为无。说实话，对于其余设置，我们可以保留它们，因为它们就在这里。至于累积和分配以及高点和低点，如果您愿意，您可以在这里更改一些设置。但我现在想做的是，我想深入到公允价值缺口。公允价值缺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选项。如果您在此处选中此选项，指标将显示缺口，或者您可以将其称为市场中的空洞，其中价格行为留下了空白，它们可以表明该地区可能存在重大订单活动。因此如果您想要，你绝对可以尝试这个选项。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多少个公允价值差距，这里的标准选项是5个，你可以选择10个，或者如果你想要更少的，你可以选择10个，以此类推。你可以自定义到这里并按确定。所以现在我们看看如何使用该指标。为了使用它，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一件事是，您知道是什么使指标呈红色，以及什么使指标变成红色。指标是红色的，所以为了理解这一点，我希望大家首先关注这里的绿色部分。您可以看到我们在此处打印了一路高点的指标，在此处一路打印了低点，我们在右侧打印了另一个高点在这里。正如您所看到的，当我们突破之前的低点时，当我们在这里突破这个水平时，指标从绿色变成红色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正如您所看到的，当价格突破这个水平时，您可以看到我们在该水平以下打印的下一个低点将意味着我们有2个连续较低的高点，并且较低的高点和较低的低点意味着我们正在开始潜在的下降趋势。因此您可以看到该指标自动检测到从潜在的下降趋势开始，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功能。让我们在这里稍微向前调整价格，所以让我们向后跳几根蜡烛。现在您可以看到此时的指标再次变成绿色。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吗？您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低点、一个高点、一个低点。当突破这一点时，
指标将打印另一个高点，因此这里我们有更高的低点和更高的高点，因此指标会自动将其视为潜在的反转和趋势。上升趋势的潜在开始，你还可以在这里注意到，当我们突破结构时，在这根绿色蜡烛上，我们将在前一个低点创建一个区域，该区域稍后可以用作潜在的入场点。这条被称为 PDX 的蓝线代表前一天的高点，这条绿色线代表日内低点，在包头皮交易中可以用于止盈退出参考。当这里指标给出趋势反转信号 CHOCH， 表明此时的上升趋势将转为下降趋势。当这里给出红色 BOS 信号时，表明趋势将再次向下延续。这里可以作为第二浪的卖单建仓点位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进入多头的规则。这里突破前方高点，形成两个低点的抬高，第一个高点也被突破，表明下降趋势将转为上升趋势。指标发出绿色 CHOCH 信号，此时我们下达买单，止损放在近期波动低点，止盈为风险回报比1:1.5。可以看到我们的目标达到了。我们看下进入空头交易的规则，指标发出红色 CHOCH 信号，表明趋势即将转为下降趋势，此时我们下达卖单，止损放在近期波动高点，止盈为风险回报比1:1.5。可以看到我们再次达到了目标。该指标是趋势与反转、趋势延续、支撑与阻力结合的多功能指标。当你明白各个信号之间表达的意思后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前市场的价格行为，如同开了上帝视角一样，不会错过每一波行情。这是一个准确率超高的交易策略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指标又发出了信号，我们再次进入交易。这里可以看到刚才的多单我们盈利后，这里发出了 BOS 信号，表明上升趋势的延续。这里我们再次下达买单，风险回报比依旧为1:1.5，目标再次达到。经过我们反复测试，在比特币15分钟时间范围内100次盈利高达88次，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推荐给大家。对这套策略有什么疑问，欢迎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欢迎点赞订阅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。